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哺乳的中医食疗。产后缺乳，产妇在哺乳期中乳汁甚少或者是全无，我们把它称为缺乳。缺乳通常是发生在产后的第2天或者是第3天，甚至是在半个月内，也可能发生在整个哺乳期。中医认为，产后缺乳是由于产妇在产后体虚、气血生化之源不足，或者是肝郁气滞、乳汁受阻所致。产后缺乳除了采用部分药物外，一些食疗的药膳也有不错的一个效果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几个药膳方。产后乳汁缺少药膳。在食材及药材上呢，食材我们可以选择公鸡1只，那除去它的毛以及内脏。在药材方面的一个选择，可以搭配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熟地、当归、白芍、枸杞以及淮山。料理方式呢，则是将上述所提到的药物缝入鸡只的腹部内，放到蒸制容器，连蒸2个小时左右，接着除去药渣，服用汤以及鸡肉即可。产后乳汁不足的药膳，产妇在分娩3天后，如果乳汁仍稀少或者是全无分泌，我们把它称为产后乳汁不足。可以考虑选用黑芝麻粥或者是花生粥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黑芝麻粥的一个料理方式以及它的一个介绍。首先，将黑芝麻淘洗晒干了之后，炒熟研碎，每次取约30克，再加入精米100克，一同来熬煮成粥，分早晚服用。芝麻又称胡麻，可以分为黑白2种，性能及成分大致相同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面有记载，取油以白者为胜，而服食以黑者为良，有滋补五脏、润肠通便等功效。因为其营养丰富，能增加乳汁，对于产后乳汁缺少者更为适宜。花生粥，取花生仁，新鲜者会更好，40克；王不留行种子10公克，通草5公克，精米5到100公克。将王不留行的种子跟通草另行煎汁，去渣留汁以后，再将花生仁捣烂，同药汁、精米，再加入适当的水来熬煮成粥。待粥煮熟了以后，再加入少许的红糖即可食用。花生仁有醒脾开胃、润肺利水、理血通乳。王不留行的种子以及通草有活血通经、下乳利尿，适合于产后脾气虚弱以及乳汁不足者。哺乳阶段的饮食，哺乳阶段的饮食禁忌可以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是退奶的食物，第二个是有碍母乳品质的食物。哺乳期的饮食非常重要，因为妈妈所吃的营养会影响到母乳的品质，而哺乳的妇女一天所需要的热量，通常比未哺乳的这种孕妇来得多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哺乳阶段的饮食禁忌。饮食上有帮助发乳的这些食物，也有使其退乳的这些食物，例如人参、韭菜、麦芽等都会造成退奶，这些属于禁忌中的退奶食物。至于一些冷性的瓜果类，
易于过敏的这一些海鲜类，也都要尽量避免食用，因为这些过敏源有可能会透过母乳而影响到小孩的健康。妇女在产后若无法哺喂母乳，通常会采用2种方式来帮助退乳。一是使用西医打退奶针的方式，产后打退奶针可立即退奶。第二个是利用食材，食用一些帮助退乳的食材，例如常见饮用生麦芽或者是韭菜、人参等食品，来协助减少乳汁的一个分泌。在哺喂母乳期间，除了上述容易退乳的食材外，哺乳阶段尚有一些饮食方面的禁忌，例如应该避免食用甲壳类的海鲜，如虾、蟹、蚌、蛤等。此类海鲜容易打乱母体的荷尔蒙，进而产生过敏源，如饮膳正要里面所提到的，只有疥癣疮疾、乳母忌食鱼、虾、鸡、马肉发疮之物，以防透过乳汁而进入宝宝体内产生过敏。寒凉属性的食物也应该避免食用，例如像是柿子、西瓜、黄瓜等。较冷性或者是冰凉的食物也会影响到乳汁的分泌，且容易透过母乳使婴儿产生拉肚子的现象。咖啡、香烟、味精等刺激性的一个食品，也应于哺乳阶段忌用。在介绍完哺乳阶段的这些饮食宜忌之后，想必在未来，你周遭的朋友如果有坐月子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，你应该可以给予适当的建议吧。